僵尸便利店11，深夜，旺角街头，一个穿着华丽黑色披风、戴着高礼帽的英俊男子摇摇晃晃走在路上，他脸色苍白，手按着胸口。这是德古拉伯爵，来自罗马尼亚的吸血鬼。但现在他有一个问题，他贫血了。德古拉，我需要番茄汁。德古拉走到便利店门口，眼前一黑，他优雅的晕倒，即使晕倒，姿势还是保持帅气，披风散开像一朵花。路过的猫惊讶的看着他，猫心想，这有在干嘛 ？cosplay 吗？德古拉昏迷前最后一句话，我还是这么帅。阿跳刚好从便利店出来丢垃圾，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，他蹲下来，其实是趴下来，因为腰不能弯。查看后，阿跳发现德古拉脖子上有2个小孔。阿跳惊讶的瞪大眼睛，这是被咬的吗？他不知道那是德古拉自己的牙印，他太久没吸血，牙把自己咬了。阿跳用伸直的手夹住德古拉的披风，像拖行李一样把他拖进便利店。九叔在收银台抬头，看到阿跳拖着一个人。九叔，你又捡了什么回来？阿跳，他晕倒了。九叔无奈，我开的不是便利店。德古拉在休息室醒来，第一件事照镜子，他整理头发，摸着自己的脸，满意的点头。德古拉，今天还是很帅。他完全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只记得自己很帅，这就够了。德古拉披着披风走出休息室，来到便利店大厅。阿跳、阿木、贞子都在。德古拉优雅的行礼，披风甩出一道弧线。德古拉，各位晚上好，我是德古拉伯爵，感谢你们救了我。阿木热情地说，不客气。德古拉转头看到贞子，贞子正从电视机里探出头来，长发披肩，白色连衣裙。德古拉的眼睛瞬间变成爱心形状，手按着胸口。德古拉，亲爱的女士，你是天使吗？贞子吓得缩回电视机里。德古拉走到电视机前，单膝跪地。德古拉，亲爱的，你的长发如黑夜般美丽，你的眼睛如星辰般闪亮。贞子在电视机里脸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阿跳和阿木在旁边偷笑。阿跳，他好像喜欢贞子。阿木，好浪漫。九叔在收银台喝鸳鸯，今天是他的第18杯。看着德古拉，九叔，我见过这么多灵异生物，第一次见到吸血鬼追求怨灵。德古拉站起来，优雅地说，爱情不分种族，店长。九叔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工作？德古拉，我是伯爵，不打工的。德古拉开始展示他的魅力，对镜子摆各种帅气姿势。德古拉，我帅吗？阿跳诚实说，帅。阿木热情说，很帅。贞子在电视机里偷偷看，德古拉满意的点头。我知道我很帅，但谢谢你们确认。德古拉拿出一束红玫瑰，从披风里变出来的，想送给贞子，但贞子不敢出来接。德古拉把花插在电视机天线上，花慢慢枯萎，因为电视机有电。德古拉，这花太脆弱了。贞子在电视机里偷笑。德古拉突然脸色苍白，手按着胸口。德古拉，我贫血又犯了，需要喝番茄汁。阿跳立刻去热卖点拿番茄汁。德古拉优雅的喝，但嘴角沾到红色液体，像血。阿道路过看到，哇，吸血鬼咬人了。九叔，那是番茄汁。德古拉跟阿跳和阿木商量如何追求贞子，他说要用浪漫的方式。阿跳建议他真诚一点，阿木建议他用绷带做礼物。德古拉摇头，不够优雅。我是伯爵，要用伯爵的方式。阿跳，那你打算怎样？德古拉，我要为他写一首诗。德古拉在收银台写诗，用羽毛笔和羊皮纸，但写了很久，只写了2句，还押韵不起来。九叔看不过眼，帮他改了几个字。德古拉坚持是自己的原作。德古拉，这是我灵感爆发的杰作。九叔，你高兴就好。德古拉站在电视机前朗诵诗歌，表情夸张，手势华丽。德古拉，贞子，你的长发如瀑布般倾泻。贞子在电视机里听着，脸越来越红，但不知道该不该回应。最后他递出一张纸条，谢谢你的诗，
德古拉开心的像中了6合彩。贞子跟阿跳说，她不知道怎么回应德古拉，她太害羞了。阿跳说，你可以慢慢来，朋友从相处开始。贞子点头，但还是躲进电视机深处。阿跳，他需要时间。德古拉在旁边听着，我会等他的，100年、1000年，我都等。之后德古拉每天都来便利店，坐在电视机旁边，不说话，只是静静的陪着贞子，有时帮他拿东西，有时赶走吵闹的客人。客人，为什么不能碰电视机？德古拉，因为里面住着我的女士。客人，神经病。阿岛来买鱼蛋，不小心撞到德古拉，德古拉的披风被鱼蛋酱汁溅到，德古拉惊讶的看着披风。阿道愧疚的道歉，德古拉，这件披风是定制的。但看到贞子在偷看，他立刻说，不过没关系，披风比爱情重要。阿岛，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。阿木建议德古拉用绷带做一个相框，把贞子的照片放进去。德古拉说他没有贞子的照片，阿木说可以偷拍。德古拉摇头，那样不绅士，我是伯爵，要光明正大。阿木，那你怎么办？德古拉，我会等他愿意给我的那一天。渐渐的，贞子不再躲进电视机深处，她会探出头来跟德古拉打招呼，有时还会从电视机里递出一张纸条。德古拉每次都当宝贝一样收藏。阿跳，你收集了多少张？德古拉365张，1天1张。阿跳，你来了这么久。德古拉跟众人分享他的过去，说他几百年来一直一个人，直到遇见贞子，他才明白什么是心动。众人安静的听着，九叔也放下鸳鸯。德古拉，我知道他害羞，我知道他需要时间，我会等，因为真正的爱情值得等待。九叔拍拍德古拉的肩膀，说他虽然自恋，但对贞子是真心的，欢迎他常来，但别把便利店当成约会场所。德古拉优雅的行礼。德古拉，感谢店长的理解，我会注意分寸。九叔，你注意就好。德古拉送给贞子一个特别的礼物，一个音乐盒，打开后会播放温柔的音乐。贞子从电视机里伸手接过，手指轻轻触碰德古拉的手，两个人都脸红。德古拉，这是我最珍贵的音乐盒。贞子递出纸条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阿跳看着德古拉和贞子，他跟阿木说，原来爱情不分种族，僵尸、吸血鬼、怨灵都可以有爱。阿木点头，我也要找一个不怕冷的伴侣。阿跳，你找得到吗？阿木，我会努力的。德古拉对贞子说，他不会勉强她，他会等她准备好的一天。贞子看着他，眼里有泪光，递出一张纸条，谢谢你，德古拉。德古拉看完，开心的转了一个圈，披风飞起来，像蝙蝠的翅膀。之后，德古拉成为便利店的常客，他坐在电视机旁边看书，有时帮贞子拿东西，有时跟九叔聊天。便利店多了一份浪漫的气氛。客人说，这间店好像不一样了。九叔，因为多了一个自恋的吸血鬼。有时候，最不可能的相遇会带来最美丽的爱情。一只僵尸，一个吸血鬼，一个怨灵，一个道士，一个木乃伊，一个倒霉鬼，在香港旺角的一间小小便利店里找到了彼此。他们都不完美，但他们互相接纳，因为爱就是接受对方的全部。第11回完。